普京宣布废除相关法令，摩尔多瓦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乌克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爽。近日，普京突然签署总统令，废除了2012年签署的在尊重摩尔多瓦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中立地位的基础上解决德佐冲突的法令。这意味着普京随时可以宣布不再承认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是摩尔多瓦的一部分，并为俄军快速推进铺平了道路。德佐问题也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俄罗斯族人口聚集区的分裂问题。位于该地区的俄罗斯族人建立了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并且得到了俄罗斯军队的保护。目前共有1500名俄军在这里维和。德佐问题过去曾经被西方当成炒作俄罗斯威胁的借口，就是普京把保护俄罗斯族人的利益凌驾于尊重他国领土主权完整之上。虽然有俄军进驻维和，但2012年签署的法令只是暂时稳定了局势。现在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普京选择了掀桌子。在普京看来，德佐问题与顿涅茨克共和国和卢甘斯克共和国一样，都是俄罗斯族被欺压的问题。俄罗斯军队有责任也有义务进入摩尔多瓦保护族人。在俄乌冲突持续，俄军被严重消耗的情况下，普京这次发出的总统令让很多人感到不解。这么搞下去，是不是要开辟第二战场了？难道不怕进一步恶化俄罗斯的外交形象吗？其实，普京此举可能又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无法震慑摩尔多瓦的挑衅，俄方很可能面临着无法掌控德佐地区的局势。所以，为了保护俄罗斯族人，普京看起来只有拼了。这次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举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摩尔多瓦现任总统有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意向。俄罗斯再不行动，就有可能失去武力干涉的理由。摩尔多瓦现任总统马雅桑杜在竞选时就宣称，将在其任期内解决德佐问题，并谋求加入欧盟。再加上摩尔多瓦看准了俄军目前的处境，也想试试运气。如果普京不修改法律，那么就没有在法理层面上进行武力干涉的理由。有报道说，摩尔多瓦军队即将在该国北部靠近德佐的地区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样的演习随时有可能转变为进攻行动。第二，普京此举是对摩尔多瓦县政府进一步导向西方的反击。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摩尔多瓦政府公开站在了乌克兰和西方一边，引发了俄罗斯政府的强烈不满。摩尔多瓦现任总统甚至不断炒作俄军要攻占该国的机场，恨不得看到俄军马上打进来，这样他自己也能像泽连斯基一样变成反俄英雄，从而获得长期执政权。第三个原因是，反正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已经和西方翻脸了，不在乎多一个摩尔多瓦，普京必须保留出兵摩尔多瓦权利，并有可能复制另一场特别军事行动。普京此举可能会加剧摩尔多瓦的紧张感。乌克兰方面已多次表示，其武装部队将帮助摩尔多瓦收复德佐地区。现在的局势有可能让乌克兰达成战略目标，即拉着摩尔多瓦下水。一旦俄罗斯军队在德佐地区动武，必将进一步恶化俄罗斯的外交形象，这个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不过，俄罗斯军队在德佐地区的人数非常少，可能还没有实力同时在两个方向展开军事行动。如果在德佐再开辟一条战线，这对俄罗斯军队来说将面临多线作战，形势更为不利。总体而言，普京在摩尔多瓦问题上也已经没有退路了。宣称不再尊重摩尔多瓦的主权，可能只是一种口头的威慑，并不代表着一定要开辟这第二条战线。如果能吓唬住摩尔多瓦，那就算赢了。如果在乌克兰的鼓动下，双方真的发生了武装冲突，普京以保护俄罗斯族这个理由再打一场战争，真的会让俄罗斯不堪重负。但愿摩尔多瓦不要在亲美反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俄罗斯方面也要保持头脑冷静，有时候隐忍或许才是正确的选择。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